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重新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
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12月，它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1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15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2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
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2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它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洄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它们的故乡，在这里它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3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5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玉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玉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羽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
恒玉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有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玉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玉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玉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15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玉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玉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了，受困的黑腹滨玉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它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万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豹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
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万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5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它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它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不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地茧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